4月13号晚上8点，伊朗如同预言一般对以色列展开了大规模空袭。以色列声称自己击落了99%的导弹，以一的第一波直接交锋，结果如何？今天大兵就和各位一起聊聊。4月13号，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领土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这标志着伊朗首次直接从伊朗领土针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这次以色列袭击的代号为“真实承诺行动”，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监督，伊朗航空航天部队在几个小时之内进行了3波攻击，其中包括了300架左右的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抵抗之狐成员在伊朗发动第一波袭击的同时，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黎巴嫩武装势力声称，他们发射了数十枚卡秋莎火箭弹，目标是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导弹和炮兵基地。胡塞武装发布了2段使用无人机摧毁以色列基地的宣传视频。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同样参与了这次袭击。虽然攻势来势汹汹，但是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可不是白盖的。根据以色列国防部发布的消息，他们防御了99%的飞行物，包括在大气层外拦截了伊朗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虽然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盟友，特别是美国和约旦，不要插手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甚至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威胁称，伊朗已经准备好了弹道导弹，瞄准了该地区的几个美国基地。但在袭击开始后，没有在意伊朗的威胁，美国和英国在以色列领空外拦截了100多架无人机，而约旦向以色列开放了空域，用于让以军在国土外拦截空中武器，并且击落了经过约旦北部的伊朗无人机。毫无疑问这是一点面子也没给。伊朗方面明显是有些恼羞成怒了。第二天，伊朗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阿什蒂亚尼准将再次发布警告，伊朗将对任何允许以色列利用其领空或领土对伊朗进行反击的国家做出果断回应。虽然以色列声称拦截了99%的导弹，但根据视频和卫星图像来看以色列的机场和城镇依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如今，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处于全球的领先地位，包含了中近远3层的防空反导系统。然而，伊朗的这次空袭力度显然是超过了以色列防空系统的极限了。当然，大兵这里不是说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有什么问题，就算你把美国搬来，面对上百枚导弹，宙斯盾舰也不敢保证都拦下来。所以有媒体指出，伊朗的这套打法是学习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的经验。自从俄军去年进攻失利后，就采取了蜂群无人机战术来消耗乌军的防空力量，同时通过让乌军防空饱和的方式来让一部分无人机强制通过乌防空部队的防区。在经过1年多的行动，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实验出了一套用于穿透北约防空系统的成熟方案了。通过将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进行组合，俄军的空袭在乌克兰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乌克兰最大水电站、基辅州最大发电站均受到了俄军导弹的攻击。而这次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很有可能也是一次实验，用于测试以色列防空系统的临界点。同时，伊朗还利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利用美国海军的防空系统来完善伊朗的无人机战术。所以大兵认为，虽然伊朗的这次袭击没有取得明显的战果，但以色列的赢面却并不大。首先，为了防备伊朗，以色列不得不放弃经营了数个月的加沙地带，这导致哈马斯重新在以色列占领区建立了据点。其次，光是俄罗斯发射的伊朗见证者无人机，每天就有上百个，一个月有上千个。而这次袭击，伊朗仅仅动用了300多枚无人机和导弹，显然其武器库存数量还是非常大的。可见这次袭击仅仅是一次试探。大兵认为，这次袭击绝不会成为伊以冲突的结束，而是下一场争端的前兆。在4月13号的袭击中，美国海军的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首次在实战中发射了用于拦截弹道导弹的导弹。根据五角大楼2位官员透露的消息，用于拦截的美军驱逐舰位于东地中海，分别为阿里伯克号和卡尼号。
2艘伯克级驱逐舰共发射了4到7枚的标准3，并且在大气层外成功拦截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目前尚不清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型号，但导弹分析师克里斯卡尔森认为，海军使用的萨姆3的事实表明，伊朗人可能使用了射程可达29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卡尼和阿里伯克号均有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呢又被称为海基中段导弹防御系统，简称为 BMD。这些系统经过修改，以跟踪和瞄准弹道导弹，通过驱逐舰上的 SPY-ED 雷达指挥标准3在大气层外，也就是弹道导弹的最高点拦截弹道导弹。一旦导弹下落进入大气层，便会迅速加速至超音速甚至是高超音速状态，这时候就很难再进行拦截了。标准3导弹在2004年首次部署在美国巡洋舰和驱逐舰上，一直是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网络的一部分。大兵认为，在这次袭击中，伊朗在实验无人机战术的同时，美军也在利用伊朗实验其反导系统在大气层外拦截导弹的能力。众所周知，俄罗斯的核威胁多通过洲际导弹实现。一旦美国拥有成熟的反弹道导弹能力，俄罗斯的核威慑力呢将不攻自破。以色列总参谋长哈列维在袭击后抵达了内瓦蒂姆空军基地，在 F-35I 前发表了讲话。他声称伊朗的袭击将得到以色列的回应，但至于是哪种方式的回应以及时间，哈列维并没有明说。一位以色列官员透露，在4月15号以色列内阁会议之后，以色列就会确定所谓的回应方案。同时，这位官员补充说，以色列的任何动作都将与美国协调。聊完了中东，我们再来把视角转向俄乌。乌军军备匮乏的问题愈发严重。乌克兰霍尔蒂西亚集团军发言人纳扎尔沃洛申中校在4月15号表示，在巴赫穆特和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每发射10发炮弹，乌军只能使用1到5发炮弹，但乌克兰炮兵比俄罗斯炮兵更精确。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中将表示，乌克兰军队做好了击退俄罗斯重大攻势的准备，但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援助，乌军将面临灾难性的困难。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战线。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特姆·乌梅罗夫在4月14号表示，乌东部目前的局势紧张，俄罗斯军队正在将精力集中在巴赫穆特以西的恰西夫亚尔方向。多个消息源声称，俄军最近在恰西夫亚尔进展明显，每天能够推进200到500米。在恰西夫亚尔侧翼的博赫达尼夫卡和伊万尼夫斯克，俄军每天会投下20到30枚的滑翔炸弹，这使得乌克兰部队不得不放弃阵地。同时，根据报道，车臣的特种部队阿赫马特最近也在恰西夫亚尔活动。在巴赫穆特东北部，俄罗斯第123摩托化步兵旅在维塞莱西北部取得了一些进展。俄106空降师、俄罗斯志愿军伊尔比斯支队也在巴赫穆特东北部取得一些进展。同样在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俄军同样取得了一些进展。目前乌军压力最小的还是南部战线，在扎波罗热西南部的罗伯蒂涅，乌军挡住了俄军71摩托化团的进攻。俄乌双方在该地区展开了拉锯战，战争陷入了僵局。乌军利用这个机会，被占领的别尔江斯克、扎波罗热州和克里米亚进行了打击。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市长顾问佩特罗·安德留申科透露，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位于别尔江斯克的一个制造厂，这是一处俄罗斯军事基地。同时，有乌克兰媒体爆出，一座位于在克里米亚地区的指挥所遭到了乌克兰风暴阴影导弹的攻击。指挥所内是有俄军高级官员们的，现在尚不清楚伤亡情况。可以看出，俄军现在正在调集优势兵力，强化他们在乌克兰战线中部的突出部，例如恰西夫亚尔这样的战略重地。而乌军为了保持有生力量，只能一退再退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4号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西方国家应该像援助以色列一样援助乌克兰。但最近北约对乌克兰援助的力度是明显有下滑的趋势。最近的一次援助是捷克总理彼得·亚非拉透露的，他们已经签署了计划总共18万枚炮弹的援助计划。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此前曾在2月份表示，一旦分配到必要的资金，就会购买位于欧洲以外的50万枚155毫米炮弹和30万枚122毫米炮弹。捷克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波哈尔表示，这批炮弹最早可能在6月开始交付。
虽然炮弹是有了着落，但最重要的防空武器依然没有消息。更重要的是，18万发炮弹对乌克兰来说实在是太少了。目前俄军每天都能消耗3万发炮弹，如果乌军想要用炮火压制俄军，起码炮弹数量要达到俄军的一半。根据战区的爆料，美国海军最近紧急订购了一批反无人机系统，该系统呢被称之为 EAGLS， 外形呢和美军之前提供给乌克兰的吸血鬼防空系统类似。该系统使用激光制导的70毫米火箭作为武器，以增强中东美军对移动速度快、体型小的空中目标的拦截能力。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在4月12号宣布，已经向 MSI 公司授予了一份价值200多万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5万套 EAGLS 反无人机系统。美军希望在合同签订后30天内部署第一批该系统。EAGLS 是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的，一个4发70毫米火箭发射器，采用激光制导，一个带有光电和红外摄像机的传感器炮塔，以及一个小型雷达阵列，探测距离在6公里左右。该设计呢是以固定或者是车载形式部署的，可以安装在4x4的卡车上。相比于之前美军的防空武器，这款 Eagles 的特点呢，就算是在保证了精度的同时降低了成本。根据海军预算文件， Eagles 制导部分的单位成本约为25000美元，弹头和火箭发动机加在一起通常只花费几千美元。相比之下，中东美军部署的另一种反无人机武器胶囊 Block 2拦截器的成本呢约为10万美元，而著名的毒刺地对空导弹成本约是40万美元。大兵认为，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就像矛和盾一样，低成本的无人机反向逼迫防空系统必须向低成本转变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防空系统的精确度还不能下降。无论是之前英军正在实验的激光武器，还是美军这次购买的激光火箭，都证明了低成本才是未来反无人机设备发展的主要方向。4月15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赢得了一份价值170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开发保护美国免受洲际弹道导弹威胁的下一代导弹拦截器。美国导弹防御局印证了这一消息。下一代导弹拦截器，我们可以简称其为 NGI， 是通过推进器发射到太空空间内，利用无重力和无空气的环境将自己加速至极高的速度，用于拦截洲际导弹。例如，美军现役的陆基终端反导系统，其大气层外装置呢，能将战斗部加速至30马赫。根据洛克希德公司的设计，而美军的下一代拦截器会使用尖端的检测和跟踪技术，从发射的那一刻起就准确的识别威胁，凭借复杂的目标识别算法 ，NGI 可以区分实际的弹头和诱饵。目前高端的洲际导弹为了提高突防率，一般呢会配备诱饵，而美军希望通过人工智能加强 NGI 在这一对抗中的优势。此外，它还配备了增强的导航和制导系统，即使在极端高度下也能进行精确拦截。大兵认为，现在呢基于陆基中段系统的成本过高了，以及拦截成功率不尽如人意，美军一直在开发下一代拦截器，但是进展缓慢。这次美军下定决心签了合同，也是下了血本了。因为有消息爆料用来开发 NGI 的资金实际上是美军废除和波音的下一代直升机计划之后挪用过来的。看来，随着世界局势的恶化，美国终于开始重视洲际导弹带来的威胁了。说完美国，我们把视角转回到中东，以军的地面行动也值得我们注意。以色列决定重返加沙。2024年4月15号，以色列宣布启动另外2个预备役旅，约涉及2万名士兵，他们呢有可能重返加沙，并参与对南部城市拉法的攻势。之前，以色列大部分地面部队已经从加沙撤出了，以军在该地区的部队人数降到了6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以色列军方已经征召了大量的预备役，用来加强其部队。根据报告，以军已经动员了至少28万名的预备役。大兵认为，以军这次重返加沙是因为发现伊朗是纸老虎，雷声大雨点小，但同时呢，他又不敢完全放松警惕，让主力部队返回加沙，只能用预备役部队在加沙牵制哈马斯。综合来看，这次伊以冲突呢，还远远不到结束的阶段，双方之后大概率还是要有大动作的。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